Hello，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我的英语学习经历。为什么聊这个话题呢？是因为之前和我的朋友小安做了一个系列的视频，就是点评综艺令人心动的 offer 中实习生们的英语表现。在那之后呢，就有朋友私信问我是怎么学习英语的。今天我一会儿会出门去个地方，而且这个地方是和英语学习有关的，所以我就想趁这个机会，那就一起聊聊关于英语这个话题吧。首先我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个人情况。那我是在大学的时候4级和6级都是低分飘过，在出国之前雅思考了6.5分，口语6分。这个成绩呢，就是勉强刚刚够申请澳洲的大学。总的来说，就是非常一个普通的留学生的水平。而且因为在国内的这10几年的英语学习，基本上都是哑巴英语，所以我的口语也非常差。刚来澳洲的时候，基本上就停留在一个可以用You're welcome 来回答 Thank you 的这么一个水平上。那当然啦，因为英语差，所以我经历过非常多的尴尬的事情。那我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刚来墨尔本不久，然后有一天我看到我的房东脸色不太好，我想那我得表达一下关心不是吗？所以我就用了一句在国内的英语课堂上学的你怎么了 What's wrong with you？ 然后就看到房东非常震惊地看着我当时也是一脸懵逼，我心想我是在关心你啊，有什么问题吗？直到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并不是表达关心的你怎么了，而是说你有毛病吗？就是有点骂人的意思了。类似这样的尴尬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也不一一例举了。那经过了2年的努力，我现在水平基本上就是可以正常和我的同事们在工作中交流，然后除了聊工作之外呢，我们也可以聊一些各自的兴趣爱好啊、假日计划以及自己的一些生活日常等等等等。当然啦，我知道自己还有很多的进步空间，比如我的发音还不够好，然后我很多用词啊、用句都不够地道。所以我有自知之明，今天这个视频呢，并不适合大神们。所以你如果是英语大神，那你就可以关掉这个视频了。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样，经历了10几年的应试英语教育，想摆脱哑巴英语，想试着能够开口讲英语，而且还希望有一天能够在海外生活时，所有的需要英语的场景都能够自如的应付。那我相信我今天的分享还是能够有一点点帮助的。那我给自己的英语学习总结下来，其实就是2点：输入和输出。今天呢，我就反其道而行，先讲输出，因为这和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相关的。输出说穿了，其实就是要多说英语，多说口语。俗话说熟能生巧嘛，有时候在讲中文的时候，如果聊到我们不感兴趣或者是不太熟悉的话题，我们都很难表达的自然流畅，更何况是说英语呢？因此，我们就需要通过多说来找到自己在英语中的不足，比如发音哪里不够准确，用词用句哪里不够地道，以及自己的语法还有哪些错误等等等等。那有些朋友可能会说，我刚到海外，我的朋友圈很受限，我找不到练习英语的办法，我该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就会分享3个非常有用的，可以增加你练习英语的机会。这3个机会我是根据英语难度层层递减的，方便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选择。OK， 那第一个机会其实就是做志愿者，在像墨尔本这样的城市，各种政府或者非政府的组织、学校机构以及公司企业等等，他们每年其实都会招募大量的志愿者来帮助他们完成一些项目或者活动，这就是一个你不该错过的机会。做志愿者的好处有很多，比如你可以积累一些工作经验，然后可以认识一些当地的朋友，然后更快的融入当地的文化。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获得大量的练习英语的机会，你可以听到各种各样口音的英语。因为在来做志愿者的人群当中，国际留学生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你就能遇到来自比如东南亚、来自南美或者欧洲等等全世界各地的学生，各式各样的口音就会混着朝你扑面而来。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 real life experience， 就是真正的英语并不是像你在学校里听广播的时候或者听磁带的时候一个一个字正腔圆的慢慢的朝你念过来的，这是你在真实生活中会听到的真正的英语。可能你刚听到的时候会觉得很难啊，我听不懂，但是听多了之后进步会是肉眼可见的。第二个好处是我觉得它能够让你高强度长时间的练习英语。高强度是因为你作为一个志愿者负责的工作内容基本上就是接待来参加活动的人，负责引导等等，所以你就需要和每一个与会人员都要讲话，就需要不停地讲，所以强度是非常高的。然后长时间的话，是因为一般这种活动的项目者，他的
志愿者时间一般都和一个正常的工作日相当，那就是要6到8个小时了。那去除一些午饭甚至茶歇，我觉得5个小时怎么都是有的。想想你如果连续讲了5个小时的英语，会不会晚上睡觉之后在梦里还在接着讲英语呢？ OK， 那如果你觉得做志愿者对英语的要求还是高了一点，那退而求其次，其实你还是可以去参加这个活动，不过不是作为志愿者，而是参与者。做参与者的好处呢，就是你还是可以能够获得大量练习英语的机会，而且你可以选择和更小范围的人一起练习英语，比如你可以和2、3个你过去聊得比较投机或者英语水平相当的参与活动的人一起聊天。这样做的好处呢，就是你就可以聊一些你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或者说你想练习的话题，而不是和做志愿者的时候一样，需要和每一个来参加活动的人聊天，这样你的压力也会小一点。如果你是在墨尔本的话，我会推荐一个叫 Study Melbourne 的组织，他们会举办很多活动，而且从名字上你就可以听出来，一般都是和留学生息息相关的活动。活动的主题一般都会有在墨尔本或者说在澳洲找工作的经验分享啊，留学的经历分享啊。虽然他们的主题一般不会直接涵盖到英语学习这个方面，但是英语怎么说呢？对我们这些国际留学生来说，都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所以很多受邀的嘉宾在分享他们的经历的时候，也会讲到他们自己的英语学习经历。所以参加这些活动，你不仅可以练习英语，更能够从一些前辈那里得到一些经验分享，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那如果你说参加这样的活动可能对你的英语要求还是过分了一点，那就要提到我今天来的这个地方了。这里其实就是我想说的第3个机会。那我正在朝这个地方走，所以可能镜头会有点抖。其实我提到这个地方呢，就是在墨尔本 South Yarra 的一个 Conversation Group， 它就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学英语的地方。我不知道别的城市，但是在墨尔本有很多这样的免费英语课程。他们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基本上都是由教堂组织的，所以就基本上都是免费的课程，里面的老师也都是志愿者。而且它的一个好处就是，它对你的英语水平完全没有要求。即使你是零基础，也可以在这边从最简单的单词开始学习。所以这下你总没有逃避的理由了吧？好了，大家，那我现在就到了我学英语的地方了，一会儿我就要进去上课了。以上呢就是我今天想分享的3个可以输出、可以练习口语的机会。然后在下期视频里面，我会讲输入，只输出不输入的话，很快就会遇到瓶颈的。如果你订阅我的频道，就不会错过更新啦。好了，最后祝正在看视频的你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